用朴素的茶具还原最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今天又到了普文讲茶的一个时间。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来讲述一下一款低端的红茶如何让自己有更高的身价。其实茶友们在买茶的一个过程当中，会陷入了几个误区。视觉它是漂亮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外形，然后色泽又很美这个茶闻着香气又很高。其实茶友第一感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茶有可能是一个好茶但是我相信很多老茶客他们非常清楚，这类茶未必会成为一个好茶。大家来看一下，普文眼前有一款茶，这款茶我们用近距离来看一下，这是一款裸茶，而且是一个红茶的裸茶。好，普文具体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容易进入的5个误区大家看一下，这个形状还是挺漂亮的，而且表面还有一些光泽，大家看，拿出来给大家看很有光泽像这还有黄色的卷曲的，你看大家看一下。在市场上这种造型比较独特的或采用造型的一类茶，普文直接告诉大家，这一类茶不是高端茶，而是低端茶。通过这么一款茶，普文给大家来讲解一下，低端的茶叶需要通过几个方面来更好的提高自己的身价，来提高自己的一些价值，来让消费者让茶友引起重视容易卖上一个好身价。好，普文主要为大家5个维度来讲解。第一个外形，第2个色泽，第3个香气，第4个汤色，第5个茶的甜度。这5个方面最容易造假，也最容易塑造。但是有一点，茶友们只要记住一句话，茶底不骗人，茶叶的底子它永远不骗人。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外形。往往要低端的茶叶抬高自己的身价会去做一些外形上的一些变化。举个例子，像螺的一个造型或者塔的一个造型球的一个造型它会去做一些改变尤其是红茶。普文这里讲的是红茶，这是一个外形。第2个色泽，色泽上比较容易做一些造假，很多会像这类茶，大家看一下，油亮认为油亮的茶有可能是好茶很多茶友都有这种认知但是这个油亮，有些非法的商家他就会做一些添加。但是这种螺的这种油亮它怎么来呢？这个油亮是这个茶叶在卷曲的一个过程当中跟锅的一直的摩擦造成了它的油亮，所以看上去这个茶叶相对来说会油亮一点。这个是色泽比如说像同一类螺同一类原料的螺，我们直接可以这么说，在收购的价格来说，有黄芽头的多一点的价格就高一点。大家都知道金螺是滇红当中的一款茶哪种能作为金螺呢？普文直接告诉大家，像这样的黄芽头的我们就叫金螺。那金螺的价格直接可以这么说，金螺的价格是这么一款螺茶的差不多10倍10倍的价格。普文来讲第3点，香气。香气其实最容易造假。大家糯米香，比如说这个糯米香怎么来呢？这个茉莉花香它怎么来呢？这个红螺很多就会有茉莉花香在市场上卖的它拿去印花茉莉花。比如说糯米香，那么我们添加糯米叶，炒制的时候添加糯米叶，它就会有糯米香。所以香型的变化很多，用稀有来提高它的价值和身价最近市场也特别奇怪也出来了一些糯米味的、糯米香的一些红茶糯米香的一些普洱生茶都来了。所以香型其实可以制作往往这个香型方面有不良的商家就会添加香精。还有一个从香型来说很简单，普文直接告诉大家，提高香的茶一定不是好茶，有焦火味很重的茶一定不是好原料的茶。这个焦火味是接近糊味的那种焦火味。
好，第4点，汤色啊，那普文就来泡制这一个茶，跟大家边泡制边讲解汤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讲第4点汤色。好，普文来冲泡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出汤看一下汤色，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汤色啊，相对来说汤色越深越有浑浊的这种汤，它的价值相对来说要低，尤其是像这种罗茶，说理调类的茶，它在锅里的时间更长。大家看这个汤色是不是相对来说红，真红？从而普文告诉大家，相对来说等级越低的茶，它发酵程度越高。那比如说这类低端的茶如何让自己提高身价呢？发酵相对来说比较轻，来解决这么一个汤色的问题。上次普文测试的时候有一款低端的毛峰茶，但是它的发酵